你以为情绪只是当下的反应，来了，过了，就结束了。它好像只属于那一刻，不会留下什么痕迹。所以你很少停下来看它。当情绪升起，你要么压住，要么跟着它走。你让它决定你怎么想，怎么回应，甚至怎么看待自己。那一切发生得很自然，自然到你几乎没有察觉，它其实在影响更多事情。因为情绪不只是感受，它同时在塑造你的视角。当你焦虑，你会开始注意那些不确定；当你怀疑，你会更容易看见自己的不足；当你低落，你会用一种比较沉重的方式去解读发生的一切。这些解读不只是想法，它们会影响你接下来的选择。你会因为不安而退缩，会因为怀疑而犹豫，会因为疲惫而放弃一些原本想尝试的方向。这些选择看起来很小，但它们会慢慢累积，一点一点地把你带向某一种结果。而那个结果，你可能会在未来某一天觉得是现实发生了，但其实它早就从现在开始，从你怎么感觉，怎么看待，怎么回应这一刻开始。这样的理解一开始让人有点不安，因为你会发现情绪并不只是短暂的，它有延续性，但同时这也是一种力量。因为如果情绪会影响未来，那你也可以开始选择怎么与它相处。你不需要否定情绪，它本来就会出现，但你可以开始觉察。当焦虑来时，你是否愿意停一下，而不是立刻被它带走？当怀疑出现时，你是否可以多问一句，这真的是事实，还是只是当下的感觉？当低落升起时，你是否可以允许它存在，却不让它决定你整个方向？这些微小的调整不会立刻改变外在，但它会慢慢改变你的内在状态，而你的状态会影响你接下来的每一个选择。当你的选择改变，你的路径也会跟着改变，于是未来就开始不同。不是因为突然发生什么奇迹，而是因为你在每一个当下做了不一样的回应。你开始理解，情绪不是要被消除的东西，它是一个起点，一个你可以选择要走向哪里的起点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你正在用今天的情绪，一点一点地预约明天的现实。而当你开始有意识地陪着自己的情绪，你也同时在为未来做出不同的选择。你以为未来是一个需要追赶的地方，它在前面，等你更好，等你更准备好，等你终于成为那个应该的样子。于是你一直往前看，看目标，看距离，看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。你很少停下来，因为一停下来就好像落后了。于是你继续往前推，继续计划，继续让自己保持在一个随时要前进的状态。但在这样的节奏里，有一种微妙的空缺慢慢出现。你在做很多事，却很少真正感觉它。你在走一条路，却没有真正站在每一步上。你总是在还没到。这样的状态让未来变得很重要，却也很遥远。你开始觉得好像怎么走都还没有接近，直到某个瞬间，也许是在一个很普通的时刻，你忽然停了一下，不是因为你找到答案，而是因为你突然意识到，你其实一直没有在这里。这个发现很安静，却让你慢慢把注意力收回来。
你开始看见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，你开始感觉此刻的呼吸，此刻的身体，此刻那些微小却真实的片段。一开始，这样的停留有点不习惯，因为你习惯往前。但当你多待一会，你会发现，这个当下其实没有那么匆忙，它一直都在，只是你很少停下来。当你开始珍惜它，一些东西会慢慢改变。你不再只是为了结果而做事，而是开始在过程中感觉。你不再一直比较距离，而是开始在这里站稳。这样的转变让你的内在出现一种稳定，不是因为未来变清楚了，而是因为你不再离开自己。当你站在这里，你做的每一个选择都会比较贴近你现在的状态。你不再用焦虑去决定方向，而是用感觉去调整步伐。这样的选择会慢慢累积，而那些累积会自然带你走向某个方向。你不需要一直抓着未来，因为你已经在与它对齐。它不再是遥远的终点，而是你每一个当下正在走出的延伸。于是你开始明白，当你开始珍惜当下，你其实不是停下来，而是回到一个可以真正前进的位置。而在那个位置上，未来不需要被追赶，它会在你每一个真实存在的当下里，慢慢对齐。你一直在等一个比较好的现在，等状态稳定一点，等事情顺一点，等自己更接近理想的样子，然后你才愿意真正开始。你告诉自己，现在还不够，还不够好，还不够准备好，还不够适合往前。所以你一边生活，一边微微抗拒这个还没到位的状态，抗拒那些让你不舒服的情境，也抗拒那个你觉得还不够理想的自己。那种抗拒不一定很明显，但它会让你一直处在一种还没开始的感觉里。你明明在走，却没有真正踏出去，因为你不愿意站在现在。你把现在当成一个需要被跳过的阶段，但时间没有跳过，它还是在走，而你在其中却没有真正参与。直到某个瞬间，你开始感觉到疲惫，不是因为事情太多，而是因为你一直在对抗当下。那种对抗让你无法真正安放自己。你开始问，如果我不再抗拒现在，会发生什么？这个问题没有让事情立刻变好，现实还是那样，情境也没有突然改变，但你内在出现了一点松动。你不再一直想把自己带走，你开始试着待在这里，待在这个还不完美的状态里，待在这个还没有答案的阶段里。一开始这样的停留让人不太舒服，因为你会看见那些你不喜欢的部分，但你没有再逃开，你只是看着它们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当你不再抗拒，那些原本卡住的感觉开始松开，不是因为它们消失了，而是因为你不再与它们对抗。你开始有空间去理解，去感觉，去调整。而就在这个过程里，一些微小的变化开始发生。你对某些事情的反应不一样了，你对某些选择有了新的感觉，你甚至开始看见一些原本没有注意到的可能。这些变化不是来自未来，它们是从你愿意接受现在的那一刻开始的。当你接受，你就停止消耗在对抗上。当你停止对抗，你的能量开始流动，而流动才是转变的开始。你不再卡在应该变成什么，而是开始在现在是什么里移动。
这样的移动很真实，它不需要完美，也不需要确定，它只需要你在这里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未来不是被你拉过来的，它是从现在长出来的。而当你开始接受现在，你就为未来打开了一个可以开始转动的空间。你以为只要不喜欢现在，就会更靠近未来。你以为抗拒是一种推动。当你对现状不满，当你不愿停留，当你一直想离开这里，那份不舒服会让你更努力。于是你开始排斥现在的状态，排斥当下的自己，排斥那些不符合你期待的现实。你告诉自己，我不想再这样。这句话里带着力量，但同时也藏着一种拉扯。因为当你抗拒，你其实一直在看着你不想要的东西。你越想离开，注意力就越停在那里。于是你不断确认，这不是我要的，这不是我要的，这真的不是我要的。这样的确认让你更清楚自己的不满，却没有真正带你离开，因为你的内在仍然被现在绑住。你没有站在未来，你只是一直站在抗拒现在的位置。那个位置看起来像在前进，其实是在停留。你开始感觉到一种矛盾，你很想改变，却怎么走都不顺。你很想往前，却总是被拉回来。那种感觉让人疲惫。直到某个时刻，你开始意识到一件事，也许你越抗拒，就越离不开。这个想法一开始很难接受，因为它意味着你需要面对现在，面对那些你不喜欢的状态，面对那些你想跳过的过程，甚至面对那个还没有成为理想样子的自己。但当你慢慢停下来，你会发现，抗拒其实一直在消耗你。你花很多力气在否定当下，却没有真正把力气用在前进上。于是你开始尝试一件新的事，不是喜欢现在，而是先不抗拒。这个转变很细微，你没有强迫自己接受一切，只是让自己稍微放松一点。你不再一直说这不应该是这样，而是开始问，现在的我可以怎么在这里走下一步？这个问题让你的注意力改变，你不再卡在对错，而是开始看可能。当你这样转向，一些东西开始流动，你会发现现在并不是一个需要被逃离的地方，而是一个可以出发的位置。你在这里做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影响接下来的方向。如果你一直抗拒，你就没有真正站在这里。如果你没有站稳，你就很难往前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你越抗拒现在，就越无法使用现在，而未来正是从现在延伸出去的。当你愿意回来，回到这个不完美却真实存在的当下，你才有力量，一步一步的走向你想要的方向。有一段时间，你其实一直在对抗，不是对抗别人，也不是对抗世界，而是对抗此刻的自己。你不喜欢现在的状态，不满意目前的进展，甚至对某些已经发生的结果带着一种说不出口的排斥。你会想，如果当初不是这样，如果可以重来，如果一切能更好一点。这些念头反复出现，它们让你看起来还在思考，其实却让你一直停在原地，因为你没有真的待在现在。你的一部分在过去，另一部分在未来，而当下
变成一个你想跳过的地方。于是你一直往前看，想赶快离开这里，想尽快抵达那个比较好的状态。但奇怪的是，你越想离开，就越觉得走不动。那种卡住，不是外在阻挡你，而是你内在没有落地。你没有真正站在现在，所以也没有一个可以出发的位置。直到某个时刻，你开始有点累了。不是不想变好，而是那种一直抗拒的状态，让你无法真正放松。你停了一下，不是因为事情解决了，而是因为你开始意识到，也许你一直在对抗的，其实就是你现在所在的位置。这个发现让你慢慢安静下来。你没有立刻接受一切，也没有突然觉得一切都很好。你只是稍微放下那个一定要改变现在的用力。你开始看着此刻，看着那些还不完美的地方，看着那些让你不舒服的感受，看着那个你一直想变得更好的自己。这一次，你没有再急着修正，你只是让它们存在。这样的停留一开始很陌生，但慢慢的，你会发现一种变化。当你不再抗拒，那些原本紧绷的地方开始松开。不是因为问题消失了，而是因为你不再与它对立。你开始有空间呼吸，有空间思考，也有空间去感觉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这样的空间让你内在慢慢稳定。而当你稳定下来，你会发现，你其实已经站在一个可以前进的位置。你不再需要逃离现在，因为现在已经变成你的起点。你可以从这里出发，而不是一直想去别的地方开始。这个转变很安静，但它会影响一切。你做选择的方式改变了，你看待事情的角度改变了，你与自己的关系也改变了。而就在这些改变之中，未来开始出现不同的样子。不是突然降临，而是慢慢靠近。因为你已经不再抗拒它的起点，于是你终于明白，当你开始与当下和解，你不是停在这里，而是让自己真正站稳。而当你站稳，你才有可能走向你想要的未来。有些画面其实没有真的离开，它们不常出现，却会在某些时刻悄悄浮上来。也许是一句话，一个眼神，或是一段你以为已经过去的经历。你没有刻意去想，但身体会记得。那一瞬间的紧绷，那种说不上来的不舒服，都在提醒你，有些东西还没有真正结束。你曾经试着放下，告诉自己不要再想，不要再回头，甚至说服自己，那已经不重要了。你以为这样就是向前，但某些时候，它还是会回来，以不同的方式，在不同的情境里，再次影响你。你开始不太确定自己到底放下了没有。这种不确定让人有点困惑，因为你明明已经走了很远，却还是被某些过去牵动。直到某个时刻，你开始用不同的角度看，你不再只是想把过去丢掉，而是开始问，那段经历到底留下了什么？这个问题让你慢慢停下来。你开始看见那些你曾经觉得只是事件的东西，其实在你内在留下了一些感觉，也许是受伤，也许是委屈，也许是一种对自己的怀疑。这些感觉没有被好好看见，它们被你带着走，却没有被真正理解。当你开始靠近，你不再急着结束它们，你只是让那些感受有机会被说出来。你可能会发现，
原来当时的你其实很努力在承受。原来有些选择不是错，而是在那个状态下你能做到的最好。这样的理解慢慢改变了你看待过去的方式。你不再只是评价，而是开始理解。而理解会带来一种松动，那些原本卡在身体里的感觉开始有空间流动。你不再那么容易被触发，也不再在类似的情境里重复同样的反应。这不是因为你忘记了，而是因为你已经不需要用同样的方式保护自己。当这些旧的感受松开，你内在会出现一个新的空间。那个空间原本被过去占据，现在它开始空出来，而空出来的地方就有了新的可能。你开始能够用不同的方式选择，用不同的眼光看待未来。你不再被旧的经验限制，也不再用过去的标准定义自己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与过去和解不是让它消失，而是让它回到一个不再需要主导你的地方。当你不再被拉回去，你才真正站在现在。而当你站在现在，未来才有空间为你打开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